欢迎回来。今天是看展日，我要去新宿的草间弥生美术馆，然后再去上野，去东京都美术馆看梵谷展。晚上会搭观光巴士去看东京的夜景。那么盖好章就出发吧。后来才发现，这个印章它已经剧透了我今天会巧遇夏目漱石。草间弥生美术馆的门票需要事先上网预约，现场是不贩售门票的。距离我的入场时间还有1小时，我本来打算先走去附近的法轮寺，但是意外路过夏目漱石纪念馆，就在这里逛逛。馆内还原了夏目漱石的书斋，看着桌上的纸笔，旁边的茶壶，还有后面成堆的书籍，是不是仿佛可以看见他坐在矮桌前看书和写作的样子啊？入场的时候会提供语音导览的机器，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。馆内展出一些夏目漱石的手稿、书信等等的，不过几乎都不能拍照，那就留给你自己来探险咯。我拜访的时候正好是我是猫的特展，不过现在应该结束了。馆内到处都可以看到这只主角虎斑小黑猫。我很喜欢这本书，它用猫咪的视角在看人类的人情世故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在接近出口的地方，可以留下一点点自己来过的痕迹。战利品的部分等到片尾再一起开箱。休息一下，准备回草间弥生美术馆咯。这个美术馆也是几乎都不能拍照，这个电梯是少数可以拍照的地方。这个顶楼的雕塑每个展期都会更换作品，还有这个暗暗的房间需要排队，一次开放1组游客进入。中间这3张是我从 DM 剪下来的，是这次的展品，有他早期的画作，还有这个像触手一样代表他对性的恐惧的作品，还有一个超巨大坐在荡秋千上面的牙优一奖。另外我想推荐一下这一本书，我对草间弥生的认识都来自他。这本我是在 The Bro 买的，不过我在这一次去的草间弥生美术馆也有看到他。他是用漫画的方式介绍草间弥生的人生，从小到大到他成名的过程。看完之后我会觉得有点心疼，然后又非常敬佩这样的女性。看完草间弥生的展览之后，可以散步到附近的法轮寺。这间寺庙虽然小小的，但是它真的很努力在画玉珠印。请准备好你的现金，这里有超多美丽的玉珠印，你们看是不是都很美？我没有料到我会在这里花超过1万块，这里的玉珠印真的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全包。片尾再给大家看看我买了哪些。那么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梵谷展，出发上野站。一出站就有可爱的动物在迎接大家。我差不多直走到这里就迷路了。这个路标
它指的地方是右边的路跟斜前方的路的中间，什么意思？这一段是我先走去右边之后，发现走错了，又绕回来录的。下次你来的话，出车站一直直走，走到底，在动物园旁边就是了。另外，这个展在东京已经结束了，1月3号开始在名古屋展出。这里面的展品大部分都不能拍照，不过这个展的梵谷画作没有很多，印象中2026年的夏天会有更多的梵谷作品来东京展出。夜晚露天咖啡座也会在夏天来到东京。平复一下心情，来看看我可爱的战利品梵谷娃娃的吊饰。虽然有点可惜，我没有买到大只的娃娃。看到扭蛋一定要扭一下的吧。张张是鸢尾花，外面这台扭蛋一颗只要200。看来我今天跟花花很有缘啊。来日本就是到处都有好多印章可以盖，好可惜没有盖到这一颗可爱的印章。
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，跳上双层巴士来看东京的夜景吧。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但是我自己好喜欢刚刚那一段。虽然很多人觉得搭观光巴士很无聊，但我其实蛮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一个陌生的城市。而且他们有帮外国游客准备耳机，听不懂车上的日文导游说什么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各种语言的语音导览。小小提醒一下，搭乘这种双层巴士一定要注意头跟脸的保暖，戴好你的毛帽跟围巾。我之前去班夫搭这种双层巴士，冷风把我们的脸都吹到冻僵了，所以我学到了教训，搭这种双层巴士绝对不可以小看寒风的威力。即便你本来没有觉得很冷，车子一开就会变得超冷。今天的战利品开箱从梵谷展开始。梵谷的向日葵有好几幅，我买的这个复刻画是收藏在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那一幅，跟底下帆布袋上面的向日葵不一样哦。再来是手账爱好者都喜欢的纸胶带跟贴纸。还有磁铁跟贴纸，我很喜欢夜晚露天咖啡座这个作品。这张真的有够可爱，他们看着向日葵，想到香喷喷的葵瓜子就流口水，天哪，太可爱了！还买了几张明信片。这个是因为铁盒太好看，所以买了的小饼干。是不是很精致？每片饼干上面都有可爱的向日葵。味道就是一般好吃的那种甜甜的薄饼，虽然平常用不到，但是图案很好看的饲料夹。
然说平常用不到，但是我在素食三房买了更多的资料夹。以我是猫为主题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还买了一些贴纸跟便条纸，写手账的时候可以用。再来是草间弥生美术馆，我抱怨一下，商品真的太少了啦，他们只摆了一小桌，没几样东西，所以我只买了贴纸跟明信片。希望印花 T 恤可以出多一点，还有出一些小公仔啊什么的，不要只出南瓜。再来是玉珠印，从左边这个开始是在法伦寺得到的，光是秋天主题的就有这么多张，还有4神兽的玉珠印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通通请回家。最后是今天的手账。希望下周你能在忙碌的缝隙中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，去发呆，去感受。下周也要加油哦，拜拜。